不断在创造中的身体。1. 心象、信念与肉体形成的关联。在 S. 哲斯的教导中，他谈到了心象、内在声音和身体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他指出，心象是极为强有力的，它将内在声音与效果结合成清晰的画面，最终导致具体的形式。想象力对心象具有驱动和推动的力量，因此，我们常以内在视觉的方式思考许多信念，而这些信念都与心灵画面相关联。当我们在为信念列清单时，这些心象可能代表特定的信念或多个信念。我们应该像看住自己创作的画一样看待这些心象。如果我们不喜欢看到的内容，就要有意识地改变心象。这些心象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但它们已成为信念的一部分，同时也会在我们的经验中外显。S. 哲斯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了心象如何影响我们对身体的感知。当我们的脚趾疼痛时，我们会在心中清晰地看到它。此外，我们可能会在人群中寻找走路不对劲的人，而这些人平常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这说明了，当我们专注于某个痛苦部位时，这个信念就会更强化，而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会受到影响。S. 哲斯解释了心象与身体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心灵形象是初期物质的表现，是一种被某类光值和电磁特性浸染的内在声音模式。心灵形象的组合会自动地使自己具体化为实质的存在，并影响身体的表现。他进一步谈到内在声音和光的影响，即使在肉体之外，有看不见的光和听不见的声音在影响身体。它们形成一个模式，并持续显现。内在声音与光值编织成电磁性的模式，也在形成身体的结构和活动。S. 哲斯强调了心象、内在声音和实质肉体之间的不同层面的互动。他说，身体并非在出生时被赋予定数的生命力，而是不断被创造和更新。身体对外界刺激有所反应，但更伟大的相互作用发生在内在层面。光、声音和电磁特性的结合引发了身体的反应。总之， S. 哲斯的教导提醒我们，心象、内在声音和实质肉体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这些内在层面的互动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感知，还能对我们的信念和情绪产生重要影响。透过正确的心灵形象和内在声音，我们可以引导身体的表现和健康状态，实现身心灵的和谐与平衡。内在感官与外在实相之间的关系及意义。内在感官和外在实相之间的关系是 S. 哲斯教导的核心概念之一。他强调人们的意识心和心灵层面在塑造个人体验和现实方面的关键作用。内在感官。内在感官是指超越物质感官的心灵感知，这包括人们的直觉、洞察力、心灵感应和意识心的其他层面。透过内在感官，人们可以接收和理解来自心灵层面的资讯和讯息。这些感知在形成个人的信念、情感和想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外在实相。外在实相是指人们在物质世界中所经历的现实，这包括外部的环境、身体的健康状况、人际关系等物质层面的体验。S. 哲斯认为，这些外在的现象是由内在感官所创造和影响的。换句话说，人们的内在信念、情感和想象会影响他们所体验的物质现实。意识和肉体的关系。S. 哲斯认为，意识心和肉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意识心中的信念和想法可以影响身体的健康状况和功能。这种关系显示了心灵和身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提醒人们应该关注和照顾自己的内在状态，以维持身体的健康和平衡。4、环境与个人体验。人们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个人体验是一种回馈系统。这些外部的现象反映了人们内在的信念、情感和想象。哲斯建议人们不要对环境或体验进行责骂，而是要从中获取有价值的资讯，并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在状态。综合而言，哲斯的教导强调心灵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内在感官在影响个人对外在实相的认知和体验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理解和转变自己的内在结构，人们可以实现更积极、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这种观点提醒人们对于自己内在世界的探索和成长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人们的责任和创造力，塑造自己的现实。3、意识心与肉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与意义。哲斯的观点关注意识心和肉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心在形成身体之前和之后的存在。他认为在肉体存在中，意识心与大脑相连并紧密交缠。在物质生命中，人们的世俗知觉是在特定时空系统中的精确且稳定的焦点，而这种焦点依赖于意识心与大脑之间的微妙卓越的联盟。在诞生之前，个体已对未来身体形成了一个精神上的观念，并将这个观念印到物质层面，创造了一个具有确实性和有效性的物质结构。这个结构在特定频率中能够具有生命力。意识心与大脑相连，但并不能在物质层面上完全觉察所有事物，因为大脑必须借助身体器官来过滤知觉。在意识心中有一部分需要等待大脑的发展，被称为意识心，而其他部分则称为内我。即使内我与大脑相连，它的全部仍然无法完全表达出来。大脑必须处理感官知觉所暗示的时间消逝，为了使身体的内部作用成为有意识，大脑必须处理庞大的演绎和计算，这远超过它的能力范围。这也使意识面对住大量肌肉、神经、器官、细胞和原子的活动的警觉。由于意识心与大脑相连和不相连形成了一种仿佛的区分，使身体形成了不随意的系统。最后，哲斯强调了意识心与大脑相连和不相连的范围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作用。意识心的更深层目的涉及到一种回圈，有时候会上升到与大脑相连的觉察层面。来自意识心更深源头的资讯，当它达到与大脑相连的区域时，会被按照自我最向着物质集中焦点的部分信念加以诠释。然而，这些信念也经常在内我中不断检查和调整。总的来说，这些观点展示了意识心与肉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在形成身体之前和之后，意识心对个体的形成和经验的影响。这些概念鼓励人们深入探索意识和内在的自我，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存在和体验。